闯过所有幻境，但是你们还不能在一起。这会儿又假装深情了，可那毕竟不是亲情。这样一般无二的容貌，你怎么忍心下狠手？就为了你的尊严，你的胜利？以大哥的心境修为，识破幻境不成问题。可人心往往因不能当面沟通而相互异色，产生误会，这才是幻灵王想要利用的。无关幻境，直接在心与心之间划下裂痕。红，不要顾虑我，无论你怎么做，我都不会怪你。我们的心是相通的，你一定记住，一定要。还是舍不得吗？那我帮你一把。结束了，你没有通过考验。我深爱青青，你就想利用情感来扰乱我。但爱不是弱点，沉浸于它，感受它的无私与无畏，心中便会澄明一片。而不明白真爱的你，才是看破真切的那个人。闯过了，竟然成功了！红好帅啊！我不会再阻止你们，但激情你的修炼也不可荒废。太好了，大哥，恭喜你！这都要感谢你，三弟。而且，要不是幻境中一战，我也不可能收到巨斧斗武场特等精英训练营的邀请函。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你一定要闯出个名堂来。也好让幻灵王饮血后看看，青青没有选错人。大哥，话说这18幻境到底怎么样？先前我都担心死了。幻境很厉害，可对我并无威胁。什么？可是我看大哥你越闯越吃力的样子，这伪装的。大哥的事情顺利解决，我也该出发去探查虫族这事了。保重。可恶的罗峰，帮他解决了红的事情，他倒好，这么快翻脸不认人了。说什么有揽各星域风土人情，尽管闲事。叶会上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像做样子，想来是并不知道那些人是我们的人，不如直接和他挑明，别误伤了咱自己人。你傻吗？他本来没证据，你要把把柄送他手上，难道就由着他不管？哼，那就让他别那么闲。
重新。寻找机会，尽快铲除。金教族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？近几个月他们抗议示威不断，知道给公司采矿业造成了多少损失？抱歉，尊者，我们正在全力调解。采矿业损失。金角族群是岩石类生命，因族群日渐败落而投靠人族，成为附庸。他们特殊的能量转换方式能大大提高矿物开采率，因此多以劳力输出来换取庇护。就是他们罢工时的画面。这就是冲突现场。那位老者好强，不过他根本没使出全力，看来并不想伤及无辜。金角族还涌现了大量不朽神灵，皆因族群历史上一位伟人曾留下了座圣碑。凡是能参透其中深意的人，就能修为大增。公司会破格招揽其中顶尖高手，成为抵御外族入侵的第一道防线。那不就是拿来当炮灰吗？不能那么说，既然要得到庇护，就得有相应的价值。金角族一向耿直，不懂变通，才使小误会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倒是撇得干净。我看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吧，上头却不点破，看来是默许了某些压迫与不公。可以找个合适的人选，亲赴拉斯奥大陆，表现我方和解诚意，安抚金角族人情绪。只是这个人既不能实力太强，以免有武力压迫之嫌，也不能身份过低，显得我们不够重视。好个奸诈的女人，原来是想好了要推我出去顶杠，让你提议邀功，不如我主动请缨。那不知我这监察特使够不够格？很好，罗峰，你一上任就能积极为公司排忧解难，我期待你的凯旋。正好可以去看看那座圣碑。未来对抗虫族，也需要结交更多朋友。在下金角族群塔文部，久仰四番旗长老。如此壮观的悬浮大陆，在宇宙中非常少见。拉斯奥大陆由我金角族群10万部落中不朽神灵合力，以兵器的方式构成，地厚3000亿公里，直径2.1光年，整片大陆因此得以在宇宙中维持永恒的稳定。伟大的创造。谢谢，请跟我来。怎么到处都在战斗杀戮？金角族人成年后必须离开部落闯荡，在战斗中魔力变强，寄希望于他人，并不可靠。嚯，抵触情绪很高嘛。我承认人族的一些做法有欠公允，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改变现状，希望长老能再多给人族一些信任。特使大人言重了。金角族人性子火爆，他却能如此礼貌克制，应该还有和解的意愿。等等，北床殿下，等等！
两次。是啊，那个人类才狱主级9阶，竟能由4番旗长老亲自引路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对啊，凭什么？来啊，人族！人族是人族，人族还敢过来？过来呀！来呀！来呀！如果因为是人族，身份就够没等。特使大人，这座雕像是金角族群历史上最伟大的元老希罗多。来之前我做了一番功课，希罗多元老在法则感悟和兵器创造上的造诣令人惊叹。我这才知道自己使用的眼神兵也是由他所创。这是星空巨兽12大巅峰血统之一的毁缩巨兽，被抓来后不肯臣服，因此元老用困锁密阵将他捆缚在此。骄傲的星空巨兽，现在竟像是宠物被你们囚禁。元老也是借此告诫族人要强大自身。他已与毁缩巨兽约定，一旦他突破之不朽，就放他离去。毁缩巨兽能施展时间静止这样的逆天秘法，就连毛发上都蕴含有时间法则的力量。你现在还有孕育最后一个分身的机会，他可以作为备选。元老严令禁止任何人接近。人类，我要挑战你，打败他，灭灭人族的威风。抱歉，我是去元老神宫和谈的。人类天才，我加爱向你挑战！我不抗夺，向你挑战！特使大人若不愿应战，不理会就是。接受拳头！接受拳头！别闹了！科布长老，特使大人，这趟来的可是人族的大人物，是要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。大家别忘了，我们与人族是好朋友，还需要他们帮衬，一切为了族群。什么嘛，少长他人威风！要不是希罗多元老不在了，闭嘴！要是决斗出了世波级族群，谁来担这个责任？我来，就算是灭族，也不该丢了骨气。我元老神宫一脉悲怆，狱主级9阶向你挑战，先打赢我，才有资格觐见元老。你跟北丘明明是双胞兄弟，你哥哥一向深明大义，你怎么就这么不识大体？飞床的法则感悟，按照你们人类的说法，已经达到通天桥第9层了。你怕了吗？金角族群以实力为尊，一味拒绝只会让他们觉得我在端架子。若我能在决斗时展露实力，赢得尊重，将有利于调和两族矛盾。别，你才闯过通天桥第7层，而且金角族那暴脾气，战斗起来不死不休。我应战。罗峰，特使大人，决斗后，我可否取走一根毁缩巨兽的毛发，留作纪念？没问题。送他回城！
定会为金角族赢得尊严。咱们这可是眼神兵的发源地，各种秘术数不胜数。会是一场有趣的比试。揍他，悲怆！那人类使用眼神兵与悲怆对战，输定了。比赛开始。眼神兵第6重，眼神兵第6重，剑之世界。糟糕，他的剑之世界明显强于我。剑之世界第3层，世界之剑。真让人失望，让你尝尝我最强的真空剑术。是未曾见过的眼神兵秘术，看来只能调动别的力量了。天赋秘法强化，血舞者，血落之力驱动。不会，很荣幸与你一战。我还不够强。你对眼神兵的操纵出神入化，我也只是险胜。悲怆，我来不是为了与你决出高下。弱肉强食虽是不变的生存法则，但放眼整个宇宙，再强大的族群，多一个朋友，永远比树立一个敌人更有利。你我不是敌人，人类与金角族也不是敌人。罗特使说，人类与金角族不是敌人。番旗长老已动身向元老禀报，等殿下与毁缩巨兽接触完毕后，他就会带你一起面见元老。近来毁缩巨兽性情愈发狂躁，频频对密阵发动冲击，只为挣脱束缚。罗特使，进入门内就等于进入他的攻击范围，届时我们也无法保障你的安全。放心，出事无需你们担责。
借助巅峰，但论真实实力，恐怕足以匹敌不朽。人类，休得靠近！回缩巨兽发动了天赋秘法，时间静止，一经释放，不朽以下将没有任何反抗能力。他的时间领域几乎令我血液流动静止。不过，虽然他限制了我的行动，但无法限制我的念力。既然他对外族心存戒备，那我就以另一种身份与他对话。原来我们是一样的，这种久违的亲近感，我已有近2000纪元没有体会过了。2000纪元，那就是2000多万年。重获自由的希望在无尽等待中磨灭殆尽，他才会变得如此狂躁吧。只可惜我还没有解开密阵的能力，不然我一定会将他救走。我可以将心境修炼的法门传给你，若保持心境平和，或许就能早日突破不朽，让元老履行释放你的约定。不用，他们困我至此，只有加倍偿还，我的心才能复回平静。能在这里看到一个让我感觉亲近的生命，已经足够了。你走吧。那最后，请你答应我一个请求。殿下，你没事就好。那头毁缩巨兽没有为难你。只有成为强者，才能掌控命运。金角族掌控着这位毁缩巨兽的命运。而公司对金角族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是时候和四番旗长老会合，面见元老了。神宫元老，作为金角族群最高领袖，他的立场直接影响到两族今后的走向。希望我的新协议能打动他。罗特使，亲你的协议我已拜读，看起来我族确实能从中获益更多。不过，一纸协议无法保证真正落实。若是事态平息，公司开始对参与抗议的我族人员进行清算，又当如何？他们曾遭受不公待遇，对人族抱有敌意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我保证，您担心的情况不会发生。公司能给出的，只有罗特使的口头承诺。您当初对毁缩巨兽许下的也是口头承诺。2000纪元以来，他力求突破，
恐怕不是因为他相信你一定能守约释放他，而是他别无选择，不是吗？罗特使果然心直口快。罗特使恐怕不知道，即便公司条款多有不公，金角族群也从未与人族敌对，而现今，在总体态势未曾改变的情况下，反抗人类的呼声却日益高涨。内部无恙，那就是外部施加的影响。难道有人在暗中煽动？族内不乏意图瓦解人族与金角族联盟的人。然而，若是脱离人族庇护，金角族的命运会凶险无比。这位元老一开始虚张声势，原来是亲近公司的主和派。也许是发现镇不住底下的人了，才向我吐露这些吧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地方？罗特使果然是聪明人。贵方需要有强大的人坐镇，以确保联盟稳固。您虽然击败了我族天才悲怆，但尚不足以让所有人敬服，除非……是圣杯，由当年希罗多元老留下的圣杯，与人类族群的混沌杯类似。无数精英参悟，大多却只能领悟一鳞半爪。若您能完成参悟，彰显人族天赋，那反对人族的声浪自然会平息。这座圣杯塔位于圣城核心的圣地，能在此潜修的都是金角族的顶尖天才，所以塔内的各类秘法典籍都是极为珍贵的。眼神36重，比我的眼神冰招式更为精深，由希罗多所创造。相传他是为壮大族群，才呕心沥血将秘法整理而成。这本秘法就稍后再钻研，当务之急是完成对圣杯的参悟。一面对这个恶魔模样的存在，我就仿佛陷入无尽的恐惧中。即便是参悟混沌杯时，也从未有这样的感觉。相传，希罗多在年少时曾为了阻止巨斧斗无常入侵拉斯奥大陆，只身刺杀该势力的高层。刺杀无果后，历经艰险才侥幸逃生。这幅图正是他对年少恐惧的铭记。我调动所有的精神力，保持自己不被恐惧压垮，已没有余力参悟。若希罗多前辈留下图画是为了供族人参悟，又为何要增加精神干扰？恐惧也可以是突破成长的原动力。或许希罗多元老是想告诫我们，无需用意念抵抗恐惧，而是拥抱恐惧。法则能量正源源不断地涌来，要突破了。一杀一世界，难道这里就是宇宙本源之地吗？
杀异世界，难道这里就是宇宙本源之地吗？我的体内世界竟然和宇宙本源之地连接了通道。这是世界之力，体内世界因为这股力量的冲击而扩大了10倍。金角巨兽突破到了借助级，它现在的身长已达到100公里，鳞甲羽翼一旦展开，可以轻易遮蔽地球上任何一个城市，眨眼即可绕地球1圈。魔杀族分身也到了借助级。那么接下来，体内世界已成为真实的世界，这是只有借助级才能够创造的。你成功了！若主人能看到这一幕，也一定会很开心。这是如风殿下他获得了宇宙本源法则的承认。原来这就是被金之本源法则承认的感觉吗？对法则的领悟速度已远远超过了总监。怎么样？借法则海洋之力，九羽混沌杯的第3幅暴雨图，我也已经参透，相当于闯过通天桥9层的法则感悟度。好，可以去请示元老了。主人，安插在金角族群的内线传来消息，罗峰不仅击败了极速天才悲怆，还获得了本源法则承认。那个9号是。提高级别为3号，同时吩咐拉斯奥大陆的内线可以下手。元老竟然降临，这简直百年一遇。这个人族特使竟然获得了本源法则的承认，这下可不容小觑了。各位金角族的朋友，我已将人族与金角族在矿区的协议重新拟定，递交给元老大人，保持平等互惠的关系，并根据冲突损伤派发了前务兵。同时，为了避免两族之间再起误会，我也会给两族交涉开辟一个透明的渠道，以防外族再从中作梗，破坏我两族友谊。
记住，我们不是敌人，而是坚定的盟友。这个民族罗峰，还真是让人惊喜不断。看来你很欣赏他。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听说你的实力已经是通天桥第10层的水平了。哼，再不回来，恐怕我族颜面便丢尽了。他的实战如何？他的眼神兵操控能力并不及我，但具有莫名强悍的爆发力，着实恐怖。幸亏他是盟友。盟友？别被他洗脑了。神族只是拿我们当炮灰的压迫者，想要我族存续，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让他们变成炮灰，这才是宇宙生存之道。啊！此次调停，罗特使居功不少。仰赖希罗多元老的圣杯秘典，以及元老的支持。此事已了，我也当。可惜特使已经参悟了圣杯，获得了秘法，一时想不起拉斯奥大陆还有什么地方能对您更有助益。有一处，元老，我申请准许罗特使前往兽神峡谷参悟兽神雕像。兽神雕像？希罗多元老曾言，只要有谁能悟透这一座巨型兽神雕像，那么便会拥有媲美他的实力。只是不知多少纪元以来，无人可参透其中奥妙。若特使有兴趣，可前往一观。多谢元老。这就是兽神峡谷了，希望罗特使能有所得。只是依照族规，外族人只有兽妖才能进入峡谷，所以，殿下，我在外面等您。哈文部怎么突然有族人闹事？我必须得回去处理。仅仅是一座没有生命的兽神雕像，竟能让我感觉到如此可怕的威压。那么它和这一尊是否有所关联呢？两尊雕像身体各处比例完全相同，身上纹理数量也一样，都是90729条，绝对是根据同一对象磨刻而成，只是两者纹理有细微差异。小雕像刻画细致，更有神韵；大雕像则纹理稍显凌乱，虽散发那般可怕威压，却不如小雕像生动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巴巴塔，合成巨型雕像投影。明白。即使是投影，也隐隐散发威压。既然其他都一样，问题一定在纹理上。巴巴塔，将其中一纹理分成2条。威压消失了，果然有门。恢复原先模样，但改变一条纹理的走向。恢复。又消失了。果然是雕像纹理不同所致，两者的细微差别有什么奥妙？只有亲手磨刻一遍，来体会纹理所造成的区别。金角巨兽。
魔克大雕像。没有丝毫威压，再试试小的。完全无视，小雕像仅仅磨刻到第12条，就受到无形压迫，不但作用在尖角巨兽身上，甚至作用于灵魂，连魔杀族分身和人类本尊都受到了影响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这股威压远超雕像本身。是一种根本无法反抗的力量，它究竟来自何处？莫非附近隐藏了一个实力远超过我想象的超级存在？机会来了！是他吗？不，他只有解读3阶，那么就只有宇宙运转规则有这般强大的力量了。我的魔克行为触碰到了宇宙法则，因此遭到反弹。人类！去死吧！可恶！法则运转无形无情，一切行动被锁死了。天神兵第7重，一棍轰天地。西药金角族，不得好死！我在不使用其他能力的情况下，看看能否击败他。那些纹理是通过排列走向，构成了类似法则密纹的玄妙玩意儿，引动金木水火等某一种法则的宇宙波动，这才产生的威压。我可否稍作模仿？虽然无法像雕像那般引起波动，但已经有如此威力。殿下，不是人类，你们永远也不可能奴役我族。要杀要剐，我一人承担，给个痛快。
类，你们永远也不可能奴役我族。要杀要剐，我一人承担，给个痛快。还敢胡言乱语！等等，我也跟你一样，有立志要守护着家乡，守护人类。但刺杀特使这种形式，只会爆发更大的冲突，让更多的人受难。如果真要为族群而战，就留着这份力量，共同对抗虫族、妖族等这些杀害我们族人的外敌。我来这里，为的是让我们和平共处，共同发展获益。我不杀你，好自为之。好。罗特使，我们定严肃处理此事。走。敌人来迟，还请殿下责罚。没事，这2尊雕像中蕴藏着宇宙巅峰的秘密，我还要继续参悟。可恶！本以为挑唆对人族怨恨颇深的悲囚，不论他俩谁死，都会激化种族间的矛盾。我在趁乱出手，轻松完成主人的任务。可惜，现在看来，要杀掉罗峰还得另作筹谋。小型兽神雕像是我从兽神生存之地血落世界中带出的，应该算是原版。而那大型雕像估计是某个超级存在雕刻的较低层次的翻版，所以不会遭到宇宙运转法则压制。我可以先从研究大型雕像的纹理入手，纹理引起的波动仿佛连绵一体。原来如此，那9万多条纹理应是一笔雕刻而成，从而形成类似法则密纹的东西。悟透此等奥秘，对如今的我来说太过遥远。但我可以通过不断的练习，按照强者施展秘法的轨迹，1遍、1万遍、1亿万遍的临摹，逐渐精准后，就会自然而然感应到一些法则波动，从中得到异性半点，便受用无穷。由魔杀族分身盯着小型兽神雕像，将神韵意境融入潜意识之中。金角巨兽在雕刻时，就能不断体会这股神韵，向其靠近。啊，是波动！临摹了500多万次，终于引动了宇宙本源的一丝波动。将兽神意境融入金角巨兽的4天1爪后，威力竟有了如此可怕的提升。看来方法可行，那么就再次长期驻扎潜修吧。金角巨兽可继续参悟兽神意境，而我该开始修炼控制虫族母巢的万星控魂秘法了。要控制地球上界主级的虫族母巢，需要炼制万星控魂秘法第3层百星境。正常界主巅峰精神念师需要100万年才能炼成，但你在魔音山得到传承后，精神波频已达到3200，应该会快许多。这都100多年过去了，他2人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始终没机会杀他，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万星控魂秘法第3层已炼成，是时候启程回地球，解决虫族母巢了。
我的人类本尊总算达到玉筑级9阶巅峰了。罗峰，这股气息是……魔云藤也成功进化到界主级了。当初主人培育的魔云藤到界主时才108根主藤外，你现在已经达到了216根。不过魔云藤进化的越完美越优秀，突破成为不朽神灵就越难。放心，终有一日，我一定会让你进化成不朽神灵的。接下来该是金角巨兽了。一直以来都无法融合这第100颗血络晶。这一次，也许能成。身体突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痛，难道这就是突破瓶颈的预兆？撑住！一定要撑住啊！终于成功了！我能感受到，一旦淬用血络之力，力量会飙升11倍。如果配合本尊天地第2层以及天赋秘法强化，将能够达到110倍的战力。殿下，我们已到达地球。好美丽的星球啊！几百多年前也曾经满目疮痍过，所以我绝不允许那样的景象再次发生。三弟，重塑母巢的异动又加剧了，你真的有收服他的办法了？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迪伦，带大家撤离，他们的安全就拜托你了。是，殿下。风，小心！能够育出亿万丑陋虫族战士的虫族女王，却这般柔美。即便虫族女王处于沉睡状态，依然能感受到她强大的精神力。这股力量足以蛊惑心性不坚定的界主强者。这应该就是她的能量核心，竟足足有1万个。
事不宜迟，唤醒秘法。糟糕，他醒了！修炼心境不只能修正你的心态。天赋秘法强化。主人，你可有名字？回主人，我叫伊琳娜。伊琳娜，我若命你对抗你的族群，你可接受？继任主人，必将永生侍奉。主人一切指令，伊琳娜都会绝对服从。好，你现在是界主巅峰，我若想将你培育成不朽，需要什么资源？我自身的法则能力还没有达到成为不朽的门槛，所以还言之尚早。不过，我可以帮助主人培育虫族战士，成为助您作战的有生力量。虎甲虫族擅长防御，力量强大，在作战中起到攻坚作用。风影虫族速度极快，攻击极强，但身体脆弱，适合探测敌情。猎桃，最强大的虫族战士种类之一，身体强大，战绩高超，且极为狡猾，是绝对的战斗机器。该如何培育？有3种方式。第一种是直接消耗宇宙晶，第2种是使用金属残骸、巨兽血液等作为原材料。最后一种，虫族的尸体可以作为再生材料回收利用。如果主人能用很低的价格购买到虫族尸体，那就非常划算了。看来有些人的作用可以体现出来了。虫族势力一直对人族虎视眈眈，多有动作。为了能与他们抗衡，我要打造一支100万界主的虫族军团。虫族母巢解决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已知会了5大国首脑，这下他们也可松口气了。哎，这么多年悬着的心，总算可以放下了。三弟，地球没你不行，所以这次就多待些日子呗。晚上准备了家宴，给你接风洗尘。不过现在还有时间，要不要先去忆苦思甜一下？忆苦思甜？有必要连衣服也穿得和以前一样吗？穿着以前的衣服，不是更有感觉吗？而且你现在是大名人了，不乔装打扮一番可不行。走吧。穿着以前的衣服，不是更有感觉吗？而且你现在是大名人了，
不乔装打扮一番可不行。走吧。没想到我们的高中、这条街，还有这间汉堡店都还在。地球改造计划启动时，大家一致认为你成长的环境很有纪念意义，就保留了下来。还是当年的味道。我们老大要清场，还不滚出去！等你们！啊，都滚，都滚！你别太嚣张，这里可是扬州城。对，这是扬州城，罗家的扬州城。罗家？别说扬州城，整个银河系都是罗家的。惹了罗家，谁也搞不住你。这个人惹了罗家，不好过了。就是。我倒要看看是谁。啊，是罗家的天才，罗彦长少爷。罗彦长，姓罗。你的80岁，老大，做事说话不分场合吗？别丢我罗家的脸！没事吧？我小弟多有得罪，日后一定严加看管。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吧，路上小心。找个没人的地方教训教训他，我不想再看到他。哎，明白。你是谁？你可知我是罗家的罗彦昌？你还知道吗？你是罗家的人。惹了罗家，你在地球不，你在银河系都别想好过。这就原形毕露了。我倒想看看你打算怎么做。家主，罗峰回地球了，真没想到还能见到银河领主。回家去。是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走吧。这里辈分最低的是你的11世孙，现在的家族成员已有2000多人了。那位就是家主大人。天哪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真人。这些年多亏了老大的资源，我们几人才能突破至御主级，提范更是已经突破到了界主级。感谢老大。哎，和我客气什么？我们都是一家人。萍萍这些年为公司带来了许多收益，已经是宇宙中新晋的投资新秀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谢谢叔叔，不过我已经几百岁了，能不能别再叫我萍萍？干得不错，走吧。小海，好小子。听你妈妈说你还在外历练，怎么？是我让妈妈先别告诉你，给你个惊喜。老爸好不容易回到地球，我怎么能不回来？
好。哇！爷爷通过爸爸给的资源修炼，已经突破到宇宙级了。啊，爸妈！小风，妈妈好想你。小风，爸爸最近在玩网络虚拟游戏，我还在里面建立了工会，能指挥千军万马。哎呀，真是越老越爱出风头。曾经，我只是想为家人换一间干净舒适的房子。如今能看到他们这样开心快乐，真好。什么？老大，人齐了。这些年，听闻你们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建树，并为地球改造计划做出了许多贡献。这是好事，我会予以褒奖。但是，还有一些人利用家族的势力和资源，做一些令人不齿的事。身为罗家人，就要有罗家人的规矩。罗彦长，你的劣迹已经全都汇总到我这里。关于对你的惩罚，族内会以公开的形式进行审判定夺。享受完这个晚宴，就在家里等候通知吧。是。晚宴开始。喝点啊！是的，家内不是更好？不会的。他没什么正罪，最后的判决应该就是去矿物星球服役3到10年。磨磨他的性子，也算是对其他人的警告。对了，一会儿晚宴结束，给你看样东西。用空间秘法掩盖了宇宙坐标。要不是不能让虚拟宇宙公司发现痕迹，我便随手破解了。如今想要宇宙穿梭，还得多花些时间。这是在执行地球改造计划时出土的。我们进行了实验，媲美太阳内部的高温都对它不起作用，至少是 F 级金属硬度。根据挖掘时它周围的出土物勘测，这破裂金属板在地底最起码有6亿年的历史。
它却没有丝毫腐朽痕迹，好轻，触感也如玉石一般。奇怪，无法渗透，检测不到信息。无论是虚拟宇宙公司的资料，还是金角巨兽的传承记忆中，都没有找到相关信息。阿峰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知道吗？宇宙坐标确认，已经抵达目的地第13小队，开始执行探查计划。队长，是哪个不朽将我们直接送到这儿的？我还没见过组织内的不朽神灵呢。闭嘴！这连我都没权限知道。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地球潜伏下来，搜集有关罗峰的情报，并在主人进行大计划时，寻找时机配合，将其一举灭杀。这块金属板一定有来头，肉眼看不出，用念力再探试试。奇怪，念力似乎根本没有碰到金属板，反而直接渗透进了内部，但内部又设有一层层阻碍，深不见底。我倒要看看最底层到底是什么。这个字你认识吗？这是夜神族的文字。夜神族？夜神族是一个强大的神秘种族，很少和外界接触。他们数量稀少，但个体极其强大。你成为原始秘境成员后，我才从库中得到零星的关于夜神族的资料。特使大人，有关虫族尸体一事，域外战场上所有垃圾残骸都会被宇宙星空转换，直接送到垃圾刑狱。那儿驻扎了大量人员，专门负责分类贩售。你直接联系我的一位朋友即可，我将他的虚拟宇宙网络号发给你。他是9大垃圾刑狱之一雾龙星域的其中一位负责人。好，多谢。燕神族金属板一时难有进展，不如先去购置虫族尸体，好让伊琳娜早日开始培育虫族战士。主人，有必要亲自见这个罗峰吗？派小的来不就行了？一个小家伙，你懂什么？要知道他老师是真焰王。他现在的贴身护卫是真焰王最优秀的徒孙，据我所知，实力已经达到封侯级不朽。
他就是金羽侯的那位朋友，也是9大垃圾星域之一雾龙星域中掌控大权的其中一位负责人。龙爵王。哈哈，罗峰，不愧是这一轮天才中最被看重的几人之一，这份气度便是不凡。坐。听说你要弄些虫族尸体，要多少？借主巅峰级，1000万钧。1000万，还都要借主巅峰？真是狮子大开口，这差不多是主人一次所能批下的交易额上限啊！是不是不太方便？9大垃圾星域，任何一个都比宇宙国还要富有，所以星域最高管理层一共有5人，分别来自5大势力。交易额一旦超限，就得找其他人联合审批了。幸好，你要的还在我的权限范围内。这么凑巧，那就麻烦龙爵王了。哈哈哈哈，包在我身上。稍后乌龙星遇见。前段时间找大哥根本联系不上，大哥这100多年在忙什么呢？不会光谈恋爱了吧？哦，昨天刚结束在混沌城为期100年的修炼，我现在正离开初始宇宙，在前往巨斧斗武场某宇宙秘境的途中。混沌城？要进混沌城，那可是非常艰难的。也就去精英训练营，有一些际遇。青青也帮我不少，我得以崭露头角，被巨斧斗武场核心层洗脑，得到在混沌城修炼的机会。巨斧斗武场的核心层啊，整个前无宇宙国都不一定有1个被选上。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你居然忍得住谁都没说，还这么平静。我现在还只是核心层最外围，有什么好骄傲？我的目标是最核心的巨斧秘境。老三，我们也要好好加油了。雾龙星域到了。每10万具借主巅峰虫尸为1单位，开价1万。1000万具，刚好是100万混元单位。这么高？这是5大势力共同定价，无人能改。不过，就算同是借主巅峰，最顶级的虫族和次等之间，价值也是天差地别的。这是200个编号，每个代表一个商品单位，我已事先筛选出了最物超所值的，你可在此基础上挑选最优的100单位。剩下的金属牌还我即可。多谢龙爵王。另外，凡购买价值100万混元单位的商品，可以得到去垃圾山找宝的机会，为期1年，限于戒指容量范围内。找宝？每天会有无数残骸被转送至此，那些有价值的自然是分类售卖，还剩下大量价值不高的，就会被聚集到一处区域，给购买者随意挑选作为附赠。怎样？成交的话就缴费吧。100万混元单位已入账。哈哈哈！罗峰，走，我送你进错货区。收到最新消息，3号罗峰刚在雾龙星域花费100万混元单位。据推测，这样的巨额交易完成选购至少需要10到30天，而在那储存无尽残骸的区域，是禁止不朽神灵进入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是我们的好机会。趁他还未真正崛起前，予以灭杀。
6号棋子，启动。毕竟贵重货物不计其数，一旦遭到偷窃，随便就可能损失过亿。不朽神灵可以神国传送大量物资，在瞬间逃走，所以选购货物绝对禁止不朽神灵进入，就连权限不够的界主也不得进入，因为说不定他们被谁控制，偷偷在体内藏着个不朽神灵，可就糟糕了。你们过来。奇伦，你先回去等候。殿下独自一人，可要小心呐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心什么？这里可是雾龙星域真正的重地，整个星域都在监控之下，还驻守着宇宙尊者那般强大的存在。那行，你就跟着他俩安心找宝去吧。殿下，请告诉我们您的星术牌号。一一检视这200单位货品，大概需要13天左右。殿下，请跟我们来。兄弟们，快进虚拟宇宙，制服到5场域主级生死战，慢了就错过了。殿下，这是您的200单位中的第56个。糖类虫族3种，甲类虫族18种，鼬类虫族2种，不错。顶级虫族占了过半，这一单位大概能培育出2万头界主巅峰虎甲虫族。殿下，您看那边就是垃圾山，他们分散在雾龙星域各处，您要不要顺便去找宝？不急，还是等选好货品再逃不迟。怎么，科萨尔要出去啊？无聊得很，我准备去找宝试试运气，你去不去？这种万年一次的福利，我一下发就用了，哪像你这么会藏？走了，祝我淘到宝贝。你就做梦吧。去下一处吧。我界主9阶巅峰，他域主9阶，只需解决身边那2个护卫，3号目标就孤立无援。目前已看了近半数货品，就得出的数据来看，能培育出2至3万界主巅峰虫族的占2%，1至2万头占58%，1万头以下占40%。求救、回应、安排，即使是宇宙尊者用神国传送高速支援，算上这一系列流程，让罗峰成为尸体的时间足足有90秒。已经是十分理想了。如果按正常途径购买宇宙晶，
要付出250万会员单位。现在我只花了1/2不到，就能达到预期，甚至可能培养出超过150万头。殿下，您看周围其他单位，明显不及您的。龙爵王给殿下安排的，绝对属于上品。哼，龙爵王对我的确不薄。就在前方3、4单位处有人，是自己人，能在这茫茫雾龙星域碰到，太走运了。科斯尔，能碰上你真是难得。我也是发现了3个信号点，才没急着离开。罗峰，周围那种监测信号消失了。监测信号怎么会突然消失？仪器故障？还是……极近距离刺杀2个界主巅峰又是0.01秒，我有90秒的时间杀死你。暗杀者，快逃！侵蚀攻击，虚空之塔。竟然无效！他一个御主级9阶，怎么扛得住我的灵魂攻击？这刀轮看似无穷无尽，却只有999片才是真实，其他都是世界之力变化而成。如果你只是这等实力，那就去死吧！虚拟宇宙公司成员罗峰在雾龙星域内遭受刺杀，赶紧查出事发地点。未检测到战斗迹象。这名暗杀者的真实实力竟然是不朽级，能安排这等强者潜伏在雾龙星域内后，难道又是重组？还查出监测仪器损毁的监测点。就是这里，有暗杀者事先摧毁了监测仪器，即刻派出附近监测点成员前往目标地点营救。您的权限不足，若要提出救援命令，请向系统提出申请，并与巨斧斗武场、宇宙佣兵联盟、宇宙第一银行、宇宙星河银行的负责人达成一致。够了！游戏时间结束，人类，你的未来将由我亲自埋葬。
等我们赶到目标地点，至少需要90秒以上。以罗峰的等级，几乎不可能熬过这么长时间。殿下，你一定要撑住！竟然还有一头金角巨兽保护着你！哼，看实力，不过是界主级高阶，他保护不了你。哼！不朽级别的本源法则力量，以我的金之领域极难抵御。那么，我就将体内世界投射在外，形成一方世界，释放出更强的金之法则力量。世界投影。对不朽而言，法则领域根本不是主要的攻击手段，就算你的世界投影能抵御，也是无用的。本尊天地第二重。天赋秘法强化，他的力量忽然增长了10倍，但即便如此，不朽级别的力量，也不是你能抗衡的。眼下只有动用血络之力，结合兽神意境，施展最强的一击。此天一爪，这一击的力量是正常界主巅峰的100倍。地派进出，竟然还不能击败一个普通不朽神灵。我不朽神灵竟然无法击败界主级的金角巨兽！好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再强持下去，等人类方救援一到，便一切成空。那人类被这金角巨兽收入体内世界保护起来，不杀死金角巨兽，根本无法杀死罗峰。既然如此，都给我去死吧！1万年积累的不朽神力以自爆的形式释放，威力不亚于超新星爆发。
千万不要有事啊！幸好在交战之初，我就让魔煞分身将元和带离作战区域。只要元和不受影响，金角巨兽的身体还可以再次孕育出来。我们素未谋面，对方却不惜以命相搏，事有蹊跷。我必须上报公司。比起上报，不如先想想之后怎么和龙之王解释。仅凭玉主级9阶实力，是怎么逼得不朽强者自爆的？若真细究起来，你夺舍金角巨兽的事也就瞒不住了。这是我通过特殊渠道购得的，名为世界戒指，不仅储量空间极大，还能容纳生命体藏匿其中。要瞒天过海，得以它为基础，展开一些想象。殿下，殿下，你没事吧？科斯尔突然发难，光凭我根本无法敌他。不过幸好，我随身携带的世界戒指里藏有我的一名戒主级仆从。原来你还藏着一张强力底牌。但一阶戒主要如何与不朽抗衡？他接近科斯尔，引爆了火神元晶，这是机械族的科技武器，其威力与普通不朽自爆的威力相当，两人也因此同归于尽。多亏了他，我才能逃过一劫。是我们雾龙星域内部管理不力，才让你遭遇凶险。回头我们会把300单位的虫族尸体赠予你，作为补偿。多谢。不过，科斯尔以及2名随行人员都已死亡，罗峰，你可能会有些麻烦。这是雾龙星域的问题，罗峰殿下怎么还会有麻烦？因为死无对证，罗峰无法摆脱杀人嫌疑。我与他同为虚拟宇宙公司成员，立场自不必说。但雾龙星域的事务是5大势力的负责人共同决定的，其他4大势力未必会向着我们。尤其要注意的是眼珠王。眼珠王？眼珠王来自巨斧斗武场，该势力本就与公司旗鼓相当，加上他本人背景深厚，所以在雾龙星域管理层，他一直是最霸道的一个，同时，也是在各事务的决策上占据最大话语权的人。他真是这世界上极为罕见的，可以用美丽来形容的男子。眼珠王前辈，你就是那个真眼王的弟子，罗峰。我听说过你。眼珠王，这个事情很简单，罗峰是我虚拟宇宙公司的绝顶天才，被排进异族的暗杀名单当中也是难免的。幸好罗峰成功躲过一劫，这案件也可以早点了结。真相或许真如报告上所言，但要是罗峰早就计划好杀死3名内部成员，趁机窃取大量虫族尸体单位呢？我现在在和龙绝王讲话。啊？眼珠王，没必要这样。有必要。这次爆炸，雾龙星域损失过千万会员单位。不管是我雾龙星域内部有漏洞、有奸细，还是这罗峰故意偷奸耍滑，布了这个局，我们都得弄清楚真相。
宇宙第一银行的达辇王，宇宙星河银行的曾宇王，宇宙佣兵联盟的尹歌王，这3位负责人都同意采取进一步调查的决议。龙爵王，就只剩你了。看来眼珠王早就已经打定主意，还事先和其他负责人通了气。他到底是为了负责，还是在故意针对我？我尊重各位负责人的选择。放心，我会保证罗峰安全，确保审问公平公正。罗峰，我问你，报告上说，科斯尔杀死其余2名内部成员，并打算刺杀你。对抗过程中，他展现出不朽级别的实力，最终是你的仆从引爆火神元晶杀死科斯尔，是否属实？是。这火神元晶，你是从哪里购买？可有银行的扣款证明？眼珠王，注意你的行为，也是在实时监控下的。需要我回答问题的话，请先放开我。说。没有扣款证明。没有证明，相当于凭空捏造。获得宝物的途径有多种，或是通过冒险偶然所得，或是在拥有独立支付系统的异族聚居地购买。没有扣款证明，不代表我不曾拥有的。譬如这把E9级镭射枪，是我在魔山中获得的。虽然查不到扣款证明，但它就是在我手上。那你的那位仆从又是哪儿来的？他的身份信息呢？我的仆从泰悟也是在我执行修炼任务时收服的，他在交易系统里也没有记录。你区域主级，要怎么让界主级听从于你，甚至牺牲自己？啊？因为我已掌握灵魂控制类秘法，誓约魂印。誓约魂印，陨墨星。没关系吗？陨墨星还有传人的消息，若是被外界知晓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加上监察特使的身份，危险系数相对当初已经大为缩小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能为了保守秘密，眼睁睁看着陨墨星传人被抓起来啊！我的飞船新陨墨星号，正是我从陨墨星主人呼延博那里继承得来的。眼珠王前辈，这应该可以作为实证吧？看来是一场误会。眼珠王，不如我们……审问还没有结束，要证明你的清白，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将你的灵魂毫无抵抗地袒露在我的面前。放开你的灵魂防护，让我把你的记忆彻底搜索一遍。嘿！巨兽的事情就会暴露，而且假设这眼珠王存有坏心，渗透到灵魂深处进行探查，轻则失去记忆，重则成为白痴，乃至灵魂崩溃死亡。抱歉，
我不能将自己的命运放到别人手上。玉主级小鬼竟敢质疑封王不朽的能力！燕蛛王，人人都有不可言说的隐秘之事，岂能让人随意查看？更何况罗峰是我虚拟宇宙公司的天才，我又怎能容许这等危险的事发生？龙觉王，你想包庇嫌犯？燕蛛王，我还没问责雾龙星域为何保护不力，你竟然再三责问我。我会立即将这件事情上报给真眼王老师以及九剑尊者、天石公主2位前辈。九剑尊者、天石公主，不管你扯着谁的名号，嫌疑没有消除前，不得离开。既然你不敢接受灵魂探查，那我便派人去往事发现场搜索证据。龙觉王，在此之前，你可别把他放走了。燕蛛王在听到九剑尊者和天石公主的名头后，明显有所收敛。放心，既然你仆从使用了火神元晶，那现场一定有遗留的证据。等燕蛛王调查完毕，你就没事了。但我还是不放心。科斯尔的真正死因是自爆，并非火神元晶爆炸。要是燕蛛王在现场真的查到什么蛛丝马迹，又免不了一番牵扯。在他搜查结束回来之前，我得想出脱身的办法。既然是有异族势力暗杀，理应把重点放在暗杀者身上。但不知为何，燕蛛王却处处针对我。这恐怕还是为师的缘故。您认识他？何止是认识，那眼珠资质平平，却有一个强大的父亲，名为石火尊者。他作为巨斧斗武场的绝世天才，为了眼珠这一个独子，耗费了无数资源和心力，到头来却把眼珠宠成了一个心胸狭隘的家伙。他嫉妒真正的天才，所以当年在我崛起的时候，他就跟我斗上了。不过，却被我狠狠蹂躏了一顿。就这样，和我斗一次，他输一次，最后成了死敌。以此人的心胸，他来找你麻烦，我毫不意外。一来你是天才，二来他恨我入骨，却拿我没办法，只好拿你撒气。难怪他那样嚣张霸道。但整个乌龙星域，就找不到可以压制住他的人了吗？放心，那眼珠就算再霸道，也没资格决定我虚拟宇宙公司成员的命运。你等着，为师自有办法。可惜没找到罗峰设局杀人的证据，主人恐怕要失望了。笨啊！负责调查的是我们，要捏造证据还不简单？燕蛛王，现场一定有火神元晶残留的痕迹在吧？我们并未发现相关痕迹，只发现科斯尔的一些装备残片，并推断出他唯一的致命伤来自背后，可见是被偷袭致死。罗峰，你怎么解释？我并未从背后偷袭。你若再不说实情，我就将你押送到第一星域牢狱，身处人类疆域最严厉的监狱之一。不怕你不开口。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。真言。哟，眼珠，多年不见，也还是那么喜欢摆着一张臭脸呐。明明是你擅自扣押我们的公司成员罗峰，怎么反倒做出一副自己有理的样子了？你的弟子涉嫌杀死我雾龙星域成员，即将被押送到第一星域牢狱。放了他。哎呀，现在才想求你老师帮忙。哼！告诉你，晚了。
这不是求情，是奉上面的命令。谁？幽魔尊者以杀戮铸就威名，就连你老爹都得敬让3分。你也可以擅自行事，不过别忘了，当年你杀我不成，反被你爹关进。你和你的弟子都一样嚣张，但这事儿没完。老师，当年父亲不愿杀你，反而将我打入第9星域牢狱，整整1000年。这份痛苦，我一定会加倍奉还到你们师徒身上。维尼恩，你即刻前往地球，将这枚不朽经藏匿起来。是。这是你用金属牌挑选的100单位的货物，也就是1000万具借助巅峰级虫族尸体。这300单位是之前说好的补偿，不过其质量定是不及你亲自选的了。多谢龙爵王。培育虫族战士正好可以用龙爵王赠送的300单位试试效果，我自己挑选的，日后留作他用。谢什么？这次让你受委屈了。那眼珠王虽然是巨斧斗武场的人，但也不能一手遮天。你可是公司极力培养的精英天才。眼珠王阴险狡诈，怕是还有什么后手。龙爵王，关于刺杀我的科斯尔，可有探查到什么线索？公司已派人在查，线索初步指向太金宇宙国的蓝海星域境内。之后若有新动向，我会及时知会。对了，罗峰兄弟难得来一趟，不如正好找找宝。正有此意。龙爵王这几天放下公务，亲自陪我挑选虫师，我也实在过意不去，所以这次就劳烦这2位引领者跟随我即可。好，你们2人跟随罗峰。一旦透过监控图发现有人靠近，立即避开，不允许任何人向你们靠拢。是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居住在这儿。我会把300个借主虫族单位交付给你。300单位，那是……哇！我想知道，你培育借主巅峰虎甲虫族速度怎样？伊琳娜。啊，回主人，已经是借主巅峰虫族，每一头都蕴含极强的能量。我一天只能培育10头，10头，也就是说要300年才能培育出100万借主军团。不过反正我修炼也得很久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是，主人。
头护甲重组，100万借助军团的开始。我必须不断变强，才能在这险恶的宇宙中生存下来，守护我的家园，我的根。啊！怎么回事？我的皮肤隐隐发麻，全身的细胞都在沸腾，似有一股无形的磁场在远方召唤着我。停下！向左，这个方向，全速前进。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也不是这里。身体感受到的召唤在不断加强，证明我的方向没错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体内细胞的沸腾似乎到了临界值，就在前面。就是这里。我是10万公里每秒飞了16天，可算到了。那你们就在这儿休息吧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那就谢谢罗峰大人了，我们会在附近防止其他人靠近这里的。进了！糟了，我的念力竟然阻挡不了。魔云藤，是活性物质，就是它的召唤。可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像要急切地钻入我的皮肤，而且为什么单单在召唤我？是因为我体内血络精的力量，还是我曾短暂研究过那块焰神族金属板的缘故？这很可能是域外战场某场远古战争所遗留的装备残骸。他是想与你融合，成为你的甲胄。谨慎起见，先把元核保护起来。南兄，试试吧。好强！单单一个碎片，就足以媲美戒毒9阶的力量。不过，我的身体也感受到了很强的压力，还有其他的召唤员。走。这些时日里，我已经搜集了232块黑色甲壳，12块银色甲壳，1块碎裂刀片。这银色甲壳比黑色蕴含的力量还要强，不可轻易尝试。至于这些黑色甲壳，已经能够组成2套完整的甲胄了。那么，焰神族文字，看来果真和那金属板有关。这个“兵”字，意味着这套战甲属于焰神族军队中底层的士兵吗？好，那这战甲以后就叫兵甲了。这个“兵”字，意味着这套战甲属于焰神族军队中底层的士兵吗？好，那这战甲以后就叫兵甲了。好难受，我喜欢。
90，现在相当于有90个借主级巅峰强者的力量在你身体里汇聚。天哪，这是拔剑四顾心茫然啊！早就没有东西给你拆迁啦。你身体承受的负荷，恰恰证明了冰甲蕴含的潜力。催发冰甲的全部战力，需要借主巅峰的身体素质。届时，你便能催发出足足1000倍借主巅峰的力量，都快追上当年主人的实力了。没想到这冰甲竟然蕴藏着这么强的力量。不过我能感觉到，凭借我现在的人类身体，还不足以发挥出其全部的实力。冰甲这么强大，突然觉得我身体的这些苦痛都不算什么了。罗峰，科斯尔刺杀事件的线索有进展了。红丝探查人员将线索锁定在了钛金宇宙国的薄膜星。正当他们告诉我线索的时候，通讯却突然中断了。而之后，我们观测到薄膜星爆炸了，连同上面的221居民。为了灭口，他们竟然牺牲了这么多人命。不过我还是收到了他们临死前传递的部分信息，其中指向了一个所在：前无宇宙国境内的梦幽帝国。虫族的渗透和入侵远比我想象中要严重。我已同龙爵王将指向梦幽帝国的相关线索上报，不知公司会作何处置。虚拟宇宙公司发布了金角任务，看来你们提供的线索起作用了。梦幽帝国的神主要害，原来被虫族操控的人是他。唉，青角一族的领头人极易被针对报复，以后虫族对你的暗杀只会更多。尽管放马过来，终有一日我会将虫族从人族疆域彻底驱逐。前无宇宙国第9军团均集结完毕。罗特使上任以来，不仅成功摆平金角族冲突，如今公司又令我第9军团秘密集结，听候你调遣。是又有什么大举措？尹雪侯率领的第9军团可是域外战场的正规军，此次行动还要靠您助力。很好。看来你确实能胜任我军帅位。金角族群塔文部长老四番旗携队面见罗特使。四番旗长老，各位请跟我来。此次任务绝密，虚拟宇宙公司已屏蔽梦幽帝国全境通讯网络，舰队内外一举一动也会受到公司实时监控。行动目标为将虫族爪牙要害家族共1.2亿人尽数歼灭。金角族塔文部行动队不朽级巅峰战力共6人，听从罗特使调遣。前无宇宙国第9军团，不朽神灵100人，借主1万人，
预祝10万人，宇宙级战士100万人。以上，听从罗特使要请。酷！上百位不朽神灵参与的大型作战，将由你罗峰毅然统领。行动开始。梦游帝国共有军事据点50个，皆由要害家族成员掌控。除帝都星亲卫部队外，帝国的全部军力都集中于此。第9军团分派50个星际舰队负责突袭击毁据点。已标记定位的1.2亿要害家族成员，由20个舰队锁定击杀，切勿伤及平民。务必同时行动，一举拿下，确保他们没有相互预警的机会。29个舰队封锁包围帝都星，任何逃逸的飞船一律摧毁。另留1个舰队跟随我，于帝都星上空准备应急支援。塔文部行动队前往帝都星皇宫，解决梦游帝国的神主封侯级不朽神灵要派。神主到！拜见神主！拜见神主！好热闹的宴会！快看那个站在台上的小娃娃！放肆！
报当前作战情况。第9军团现已摧毁梦幽帝国全部军事据点，击杀要害家族成员0.68亿人。塔文部行动队目前进展顺利。不太对劲。碎片即使被轰碎，也会再度凝聚起来。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虫族的灵魂攻击手段，竟然跟真正虫族施展的一样。雕虫小技，那你们就都
为我陪葬吧！罗特使让我等把爆炸控制到最小范围，真是心系民众啊！我们没有看错人。报告，要害已死，处理完毕。很好。现在要害已死，我命令1至15舰队随我进行登陆战，于星球各处击杀要害残部。是。银雪侯留下，督导其余舰队重筑包围圈。是。领命！各位不要怕，我是前无宇宙国第9军团战士，前来剿灭外族奸细。盟友帝国的同胞们，你们的君主要害及其党羽被虫族渗透操控，一直以来利用职权使我人族蒙受极大损失。我奉虚拟宇宙公司之命，已将其剿灭。但民众是无辜的，公司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，并帮助你们重建家园。好强的威压，即使相隔1000万公里，依然能感受到极其可怖的气息。这是不朽级虫族母巢。它竟然直接出现在人族疆域，是神国传送。数千名不朽虫族战士。罗峰，快跑！所有人撤离！所有战舰开启最大加速度。
腐朽，立刻汇聚法则力量，在队里建立一道屏障，尽量抵挡冲击，让舰队借助爆炸推力进一步加速。遵命，遵命。各舰队速度不减，行进中重整队形。注意，右后方向，虫族母巢又追来了。甩都甩不掉，快，超光速，进入宇宙穿梭。不可，在暗宇宙中没有光速限制。不朽虫族的瞬间迸发速度将远远超过舰队。罗特使，你若信任我，请进入我的一方世界，由我带诸位逃跑。出的能量球影响了这片区域空间法则的运转，四番旗长老危险了。空间封锁，无法施展瞬移了。马上要回到元宇宙了！可恶，回到元宇宙了！
次施展那种毁灭合击。